日本广岛上演了讽刺性一幕，拜登对日本的承诺让全世界雷得不轻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中诚 Talk。对于日本广岛与长崎这两座城市，相信全体中国人都耳熟能详。毕竟这两座城市是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城市，而且还是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打击。但有意思的是就在美国总统拜登前往日本广岛参加 G7 峰会扩大会议之际，讽刺性的一幕出现了，让全世界人民都雷得不轻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据媒体报道，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广岛举行了会谈。会谈结束后，拜登表示，美国将在必要时刻使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。在一座曾经被美国使用核武器摧毁的城市，被现任美国总统承诺会使用核武器来进行保护，这是多么讽刺的一幕。但如此讽刺的一幕却在现实中上演了。坦白的讲，我不知道日本广岛市的民众看到消息后会怎么想，更不知道日本民众得到消息后会是什么感觉。但换位思考，我只能用异常讽刺这4个字来形容。拜登这样的承诺简直是将日本的民族尊严踩在地下践踏。身为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还得点头哈腰迎合着拜登，不敢表露任何的不满。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什么呢？只能证明哪怕主人平时不管怎么虐待狗，但只要用手抚摸一下，狗就开始摇尾巴示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的事情说完了，老规矩，最后再说点个人看法。首先，拜登对岸田文雄的承诺确实是有依据的。日本与美国之间有一份美日安全保障条约，条约中清楚地写明了美国承诺以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各种能力为后盾，致力于保卫日本。所以从这份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角度来讲，拜登等于是再次重申了承诺，只是这个场合太过于膈应日本人了。其次拜登代表美国再次重申承诺，很有可能与日本政府企图拥有核武器有关。几天之前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周刊采访时就表示过，日本可能在5年内拥有核武器，因此不排除日本政府会达成对美国不利交易的可能性。基辛格作为前美国国务卿，他的消息来源肯定比我们普通人更广以及更准确，有可能是他收到了关于日本谋划拥核的风吹草动，所以他才会对媒体如此表态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近年来美国虽然不断给日本松绑，但对于日本拥核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。所以我认为拜登这种反常的表态，有可能也是在警告岸田文雄政府要断了拥核的念头。毕竟有美国的核保护，日本完全没有必要拥有核武器。最后，不管拜登是否是在敲打日本政府，我依旧会认为日本政客不会放弃拥核的想法，因为日本政府历来就渴望成为一个正常大国，而不是只有经济实力却没有政治与军事地位的二流角色。只有拥有了核武器，日本政府才能一步步复辟自己的大国梦。这种扎根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现实追求，必然日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只是日本要拥核的过程，中俄坚决反对，难道美国他就不担心吗？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各位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